Kia 跟 Hyundai 的车友一定要看这一集，因为毕竟 ICCU 说真的，不管它给8年也好，给9年也好，我觉得年限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我们16万公里到了，18万公里到了，我换完了，会不会一样出事？Hello， 欢迎再次收看这样玩。只要是你是 Kia 的车友跟 Hyundai 的车友，一定要看这一支频道，因为我们最近更新韧体之后，虽然有好处，但是一体两面，坏处也来了。那我们今天邀请这位车友来，是我们台中车友，来吧。这样玩的观众大家好，这位帅哥是我们龙陵车友。那其实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ICCU， 你之前有看过这一个故障码吗？没有，其实完全没有。那你发生当下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我比较单刀直入的问说，你那几天你的大电池，你每天都充饱电吗？每天大概都落在80%，所以其实你都是100%左右，你都是80以上嘛？对。好，80以上，因为其实我们的车子在之前其实所有的电动车都一样，只要你还是用12V 的，你基本上你的充电逻辑都在30、20%以下，它都不会帮你12V 去继续补电。那我想再请问你一下，龙力，发生事情的当下，你的车子亮出这个灯讯的时候，你有很紧张吗？超级紧张的。因为我它会一直哔哔叫吗？它会跳出一个超严重的那种警告信号，对，没错，红色的，对，红色大的三角形，那就是告诉我说车子是不能够再使用的状况。这你非常有观念。对，车子只要出现哦，你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用颜色去判别，橙色是还可以开，红色就是最危险。所以红色的话，如果按照原厂说明书，它一定会请你直接靠路边，然后上拖吊车。他不希望你再继续开车。那出现这个警讯之后，你的车子有马上失去动力吗？没有马上失去动力，还是能开的。那就好。踩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它开始顿挫啊、蠕行啊、动？其实也没有，都蛮正常的。所以它就是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有装那个 OBD 那个监测系统，那我去开我手机去打开来看。对，我的小电那时候还有82%的容量。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你有更新这一次的韧体吗？有更新，在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情人节去更新，不跟老婆去吃饭，你更新干嘛？保养好车子再去。好，对，也可以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更新完之后，大概过了几天才发生这样的事情？27号那一天。27号，其实大概2个礼拜左右。时间左右。你的车子有没有发生冷气冷热不明显，或者是突然变送风？你有发生这些事情吗？冷气或窗户？去年9月23号那时候交车的。对。那在这之前，我家用充电桩其实都还没装，所以我都要去外面的超充站去充电。那曾经有过一次的状态是我在超充站充到100%的时候，因为要做电池平衡这一部分嘛，充到100%的时候出去发现，冷气失去效用。对，完全没有冷气。那天又很热。对，9月份还在热的时候嘛，那时候温度直接车内飙到大概30几度。对，真的是很可怕。对。那后续我当下其实蛮紧张的，所以我马上去谈资厂那边，请他们帮我插电脑做检测。对，他们抓不到原因。对，然后给我一个解答，就是说我需要留车去做观察。对，后续我只好求助我们的车友。对，车友部分给我的答案是说，那你就把车先静止。这个熄火，然后钥匙远离它。对，大概过10分钟之后再回去启动，冷气又恢复正常。对，就只有这一次的问题而已。你这次会想要回去更新的原因是为什么？原厂有发那个召回的信件给我。对。那你有接到电话吗？没有接到电话，但是以我认知来说，原厂会召回的目的一定是有它的特定性。是。那升级对我们来说，目前的感受是我使用 iPad 模式的时候，它会有自动亮刹车的这个状态。对。我觉得安全性多了，没错，跟心安啦，安全就是心脏比较安心的这种状态。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你的使用里程大概已经跑几万了？如果以目前车子的里程在2万3，但是我是买试乘车，所以它是在2023年7月的时候出厂领牌的啦。7月的时候领牌，那时候交车给我的时候已经开了5288里程这个状态。了解。对，所以我实际目前使用大概在18000里程这个状态。好，在这当中你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请问你是白天还是晚上？晚上。
晚上你发生这件事情是刚好要出门还是回家？应该是说刚好我有朋友要来，那我在自家车库，对，我要把车调个头，我了解，对，然后就跳故障码出来，就跳故障码。对，那当下原厂是配合拖吊车派人专车过来拖掉你的车，还是你自己找自己的信用卡公司？没有，我先打电话给原厂，是告知他们这件事情。哪一间原厂？我先打给那个西屯厂，对，西屯厂那边的厂长是说，那他会直接帮我请拖吊车过来，是，对，那大概隔了差不多20几分钟之后，拖吊车就来了，那车子就上架了。你的拖吊车是全拖吊的这一种吗？全拖吊没错，那非常好。对。那全拖吊上去之后，你就人就跟着回去原厂。对，那你朋友怎么办？我在朋友就家里跟着一起去吗？家里还有人在。没有，开个玩笑。那你人跟着回去之后，回到原厂，他们立即有帮你做什么处理或检测吗？现阶段一到原厂的部分是他们先把通晓电的电瓶那个机器有没有先接上去，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讨论跟开会，对，那我本人是被晾在保养厂的座位区，对，休息区，就外面你也不能进去展区。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他们大概花多久的时间才判定你没有办法今天牵到车？我其实大概进场差不多15到20分钟后，他们其实就已经知道我不能够把那台车再开走。可是车子动力都没有问题嘛？是。它发生一个红色的警讯。是。那这时候会有代步车提供给你吗？当下的厂长是说没有。所以当下其实西屯厂这边是没有办法。那后来厂长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补偿方案可以给我。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最后你是不是有代步车可以使用？最后有拿到一台代步车，电车还是油车？油车。对，现代 Venue 那一台小车。好哇，所以是大概隔了几天，他们才赶快调到车子。其实当下他们就有调到，是就开完会之后，他们弹子厂那边的厂长就愿意提供我试乘车，对 Venue 的试乘车。所以你就他们有派人送你过去？有，他们有派一位张技师。哇，那真的不错，那真的不错。当下有问他们说，等这个材料要多久吗？厂长告诉我说，因为材料还在海上漂的进去，所以我需要等到45天的这个情况。45天。对。第二个部分是厂长说要我祈祷，就是海上的海象是正常的。因为曾经他告诉我啦，曾经有过就是遇到很大的风浪，对，整个船舱都进水，对，那送来的材料都泡海水之后也没办法做使用，就要再等下一批再进来。好，所以当下我是蛮紧张的。对，因为45天对一个你常常要跑业务生活的话，其实我说真的是蛮累的。材料的部分到最后，你大概几天内你就拿到了？其实我蛮幸运的，我大概7天左右其实就签到车子。那真的不错，因为其实我这边最久车友跟我回报的记录，真的就是45天，真的就是45天。那我有点小吃亏，对，因为我全车先帮他打好蜡了，对，因为刚好遇到连假嘛，元宵那时候下大雨，我怕视线不好，对，全车打蜡、拨水剂都。你还帮代步车吗？对，然后因为它完全没有隔热纸，对，所以我还去买了磁吸式的那个纱窗，对，就是拉起来的这个，直接吸上去的，对。它还好，我有一个亲戚是开Venue的，对，最后无痛都转移给他。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你觉得西屯厂的一个迅速调整能力还有反应？当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提供代步车。坦白讲，你有没有被送？你有没有不爽？会蛮不爽的，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听到厂长告诉我说，我这边没有任何的补偿方案给您的时候，对，我当下是蛮错愕的，是您这么大的一个车厂，对，那也在积极的扩厂的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今天相信您买的这一台车，对，它是一台好车没有错，对。可是你今天跳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你告诉我说，你没有任何补偿方案给我，那我当下的认知是，那我要怎么去工作？对，怎么去接送小孩，怎么去做其他我应该要用车子去做到的事情。好险，他后来马上有找一台代步车给你，那真的是蛮方便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现在的技师蛮有责任心的啦，因为那天蛮尴尬的。对，227刚好是连假，对，没错的开头，没错，对，前一晚的状态。那其实我们家已经就是预定好要去台南，对，玩个可能3天2夜之类。那车子在那个时候故障的情况下。本来以为就是那个假期会泡汤，对。后续调到车之后，因为当下技师是马上到我家来，他原本以为我的车是在地下室出不来，
对，因为他以为动力流失了嘛，所以他当下是开着他的车马上过来到我家这边帮我去协助看能不能有什么要帮忙的。对，那最后我也是搭着技师的车到西屯厂那边去。对，那结束之后他也是用他的车载我到潭子厂那边。对，所以其实蛮感谢张先生这样子。对，其实有时候我们比较感慨是说，当我们的车子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服务能量还有服务的售后品质也要赶快急速跟上。油电双修的车厂比较辛苦，是他们油车也要学，电车也要学。那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阵痛期，一个转换期。只要你缩短这一个期间，那你就会变成越来越专业的车厂。像 Tesla 它就很简单，它从头到尾就是纯电。可是南洋代理它想要继续走电动车的话，我相信第一个价格，第二个是配备，第三个绝对就是你的售后服务。像12V 的电瓶。其实我就很感慨，我那时候12V 的电瓶，我在记得一件事情，2年4万公里的保固，12V 的电瓶，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都一直以为是1年2万，甚至连业务都不知道。燃油车跟纯电车在 Hyundai 里面的条款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12V，我们回去了，它又要车测。那特斯拉就是你12V 有问题，它马上当下就换给你，不用废话，不用预约。那可是12V，我说真的，又是用传统燃油车的方式，我拆下来给原厂3天，充电3天，然后接下来3天后我去领回来，车主坏掉跑一次，然后拆下来3天后再去跑一次，接下来3天后可能我的电瓶装回来了，又没电了，又3天后了，那我就1个礼拜我都在保养厂跑来跑去，一直都没电。今天拍这个影片是因为我会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备料、我们的材料可不可以多准备一点？那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保养厂它只能接收我们的车辆故障车辆，因为是红色警戒，保养厂也只能帮我们留车。那留车的情况下，第一个，你有没有代步车？第二个，你没有代步车，你有代步金吗？第三个，那真的维修带料有到45天，确实没办法，真的，因为现在很多汽车零件都是需要海运过来的。海运过来的话，海浪啊，或者是一些传奇上面，如果有重新排定，然后又遇到海浪、海象不好，那传奇有可能要延后，或者是送过来的零件都报销了，因为被海水打到，这个都是一个隐忧。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保养厂它很保守的去讲45天。其实我真的还蛮感谢西屯厂的同仁，因为我自己是中部车友，我马上打电话给厂长，然后我跟他讨论这件事情，说，怎么这一次的事件会比较频繁，是无法预期的？因为前2次的更新都是没有事情，我们真的都相安无事。到了这一次第3次 ，Kia 也好，或者是我们 Hyundai 也好，我们都看到大家的 ICCU 一直挂掉，所以其实后来我跟车友讲，这次的更新其实它真的很有意义，因为刹车灯优化，它不用全放掉电门，它就会亮起来。然后接下来音响也变好了，回充、充电、电量预估也都变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更新是非常棒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 ICCU 的更新，这2个更新是分开的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接到了召回的通知信，你可以先回去做的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先询问保养厂 ，Hello， 我有接到你们的召回信，那这时候你有没有 ICCU 的材料？因为毕竟你有可能有几率在更新后的2个礼拜就挂掉。很多人会问我说，它大概什么时候会挂掉？这个不定时，这个真的是不一定。有一些人更新完当下车子就挂了，有一些人2个月后才挂掉，有一些人2个礼拜后就挂掉。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也抓不到，保养厂根本也不会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就是没有一个逻辑。那这个时候更新完之后，我相信 ICCU 只要有材料，这个材料9万多块耶。那这个9万多块的情况下，车主虽然不用负担，但是他要留车，他又没有代步车，这就很麻烦了嘛，对不对？如果是你会愿意放你的车子45天在保养厂吗？
保养厂要空着一个空位，让这台车子放45天，甚至如果室内放不下，它要放在室外。那我想请问你，下雨呢？风吹雨淋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材料的部分可以赶快帮我们做增加，做紧急应对？那接下来保养厂它又要接受我们第一线车主的情绪，因为大家发生事情，大家怕麻烦，会不舒服，一定会不开心。当听到没有材料，甚至材料要等45天。接下来听到没有代步车，那我相信每个消费者他都会爆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台100多万甚至200多万的车，所以 ICCU 更新，请各位车友要回去的时候，先问问看保养厂有没有材料，有材料再回去更新。如果没有的话，先单独做刹车灯优化、音响还有回充这个韧体的升级就好。ICCU。先缓缓，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惑，因为这个 ICCU 9万多块。我们现在来查 Kia 兄弟车电动车保固，那我这边的字幕上是 Kia 电动车条款 ICCU 高压电池保固。OK，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 PDF 档，点进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有很明确的指出一件事情。好，这个网址的部分全部都是 Kia 这边的。资讯没错，并不是网络的文。好，看到这里，它这边有明显写出一件事情 ：ICCU 整合充电控制单元、逆变器、高压马达总成、高压接线盒、高压充电口座、PTC 加热器、高压冷气压缩机，还有 VCNS 充电管理元件。那其实它这边写的很清楚一件事情。这边它给的是8年或16万公里的保固，那它这边也有在写一件事情 ，EB6 来讲的话，那时候有一个中文化补偿事件，它没有办法帮你做中文化，但是它可以再多送你，把你的保固从8年16万延长到9年18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屌，真的是很屌，它很快速的去做这样的应对。那其实我们再来查一下同样的关键字，我们放上现代。其实我比较犹豫、好奇的地方是，这个9万多块，其实它不是一笔很小的费用。有一些车友只开了几千公里，它就出事了，它不是使用里程10几万咯。好，我现在看高压电池的部分，它只有写到8年16万。8年16万的部分，高压电池总成以保险或自费维修能维持原车高压电池保固。那我相信他这一点还是在写什么？还是在写大电池，并不是写 ICCU。你看这里就真的很奇怪。我们的车主手册里面写的小电瓶是2年4万公里，可是这边。南洋这边官网上面写的电瓶保固，它依旧是1年2万公里，这应该是给油车，所以我常常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南洋实业它并不是一间小公司，总公司为什么对于官网的一些文字上的叙述，为什么没有写得那么清楚？油车跟电车，包括混合式电源，它都应该要分开写得很清楚。我真的是很傻眼，真的。ICCU 这个零件它掌管什么东西？我们的小电瓶、充电逻辑、车内车外的 V2L。好，这个部分其实你看到这个控制器在荧幕上，它是一个4方的盒子，它在哪里？它在我们的后座的底下。所以其实我必须要坦白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9万多块，它必须拆掉很多东西，所以保养厂它需要1到2天的时间去做拆装。然后包括测试，所以其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像小电瓶一样，它快速的做替换或做补偿方案给你。所以如果你没有材料的话，你必须等候那么久是有原因的。这个东西真的很大块，非常大块。好，大家看到这个是原厂的保证书，你们可以看一下第3点，高压电池保证8年16万公里，但是还是没有写到高压电总成。
像刚刚 Kia 这样，所有的充电管理啊，所有的 ICCU 啊，它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你们仔细看第4点，这就是我很疑惑的地方。第4点，12V 电瓶保证2年4万公里的保固，可是官网依旧是1年2万公里的保固，我就心里想说奇怪啊，这个，我们也不是玩大家来找茬，为什么每次都要在文字上面做琢磨？其实只要写得很清清楚楚，我相信车友们也会接受嘛，对不对？我现在在网络上啊，因为其实台湾的车速坦白讲比较少，所以我直接在国外找论坛啊，找一下原厂召回的工单，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换掉什么东西。那5N 的 ICCU 跟 Ioniq 5跟6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料件。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ICCU 你们直接看到一件事情，直接看一件事情。这边是 Ioniq 5，仔细看哦，36401，接下来是 1XAAO。下面的部分是 Ioniq 6 36401 1XEAO， 那它会换成什么？我图表上面这个36400 1XAA 0QQH， 这是 Ioniq 5的全新料号。那接下来这是 Ioniq 6 36400 1XEA 0QQH， 这是新的料号。那这是改良件，改良件换上去之后，记得一件事情，国外论坛已经有第2颗损坏，已经换完咯，还有第2颗损坏，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很疑惑的地方。换完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它还是有几率坏掉。那到底是几年的保固？3年保固吗？还是8年？还是这个是一个先天性设计瑕疵？它是永久型保固？这一台车才跑了9750哦。9750公里，它的 ICCU 总成就挂掉了。那料号上面很清楚的看到，我刚刚讲的后面是 QQH 是新的料号，没错。工单的部分基本上是零，因为出保固。其实发生这件事情台数越来越多，大概在第10台的时候，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厂长。西屯厂厂长，我跟他说，可不可以帮我跟总公司这边做一个反应，或者是帮我把这个讯息赶快 pass 往上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账单。那没有任何一个厂同时10台进去，10台故障了，它一定没有这样子消化的能量，不可能。你有10个代步车，哪一个厂区可以同时生出10个代步车？我觉得都太难了。所以其实回到我刚刚讲的。我希望总公司它的备料可以加速运作。这台车很好，但是不能败在最重要的售后服务。成交只会有一次，买卖只会有一次，可是之后的售后服务是不断性的。其实电动车我觉得买卖很单纯，它的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你也不太需要任何的查修。服务后期的服务其实是很简单化、很直觉、很直接的。除了车子有异音之外，其实电动车很快就可以找出车子有毛病的地方。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台车子是车友提供的照片，就是早上那个龙鳞的照片。那其实他分享给我们，这就是他们家拖吊哦。我们的电动车一定要找全载式拖吊，但是这个拖吊的费用要记得一件事情：原厂派遣的拖吊里程，它有个免费的里程哦。好像是30到50公里而已，超出这个范围，车主要自费，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把你的信用卡全部都拿出来，登录一下这台车子，要不然真的岔掐的时阵，原厂送的那么少，要不然就启动你的保险，直接给它拖回去。如果有保险，你的产险如果1年加个几百块，你就加吧，不限里程这种给它买下去了，3万块啊，几万块，非常够用了。OK。回到厂区之后，我们先检查了一个12V 的小电瓶，看到底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小电瓶，后来我们再来查，奇怪，它还是出现这个是仪表板显示车子已经是红色警告咯。这是另外一个车友做分享的，那一样做全载式托运拖回去。它比较特别，它还出现一个小乌龟的符号。你看它的电量是94%哦。这一台车它出现了小乌龟，也出现了红色警告。
他警告我们，这台车辆请检查电力系统。那其实看到这个大家都会很害怕，小电瓶也有问题了。它就是一个故障总成，所以它代表了很多的讯息，很多的地方坏掉，它都只会亮这个符号而已。这一台车友他等了2个礼拜，他有代步车，维修的部分是0，拖吊车的费用他从郊区拖回来，他就是车主要自己负担。其实这个有点不是非常合情理啊，坦白讲，也不是车主弄坏了，是车子自己本身有问题。为什么车主跟你买车，他还要自己负担这笔拖吊费用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台，这也是车友分享的。好，它也马上出现这个讯息，然后这个讯息每个版本都会不太一样，有红色的，也有橙色的。换好之后，一样，它还加换了一个电瓶，防冻液、高压保险丝它也更换了，一样换了最新的 QQH。大家这边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VCU 就是我讲的软体优化，这个可以先做，没错，就是刹车灯啊、音响啊、回充啊，然后下面有个 ICCU 的部分就真的坦白讲，等有材料再回去吧。OK， 影片的最后，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观念。当你遇到 ICCU 这件事情，首先如果你有 OBD， 再加上 APP， 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你的电瓶是否健康。可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参考因素，不代表你的小电瓶非常健康，你的 ICCU 就不会没有事情。这只是一个参考依据，因为 ICCU 可能有问题的时候，你的小电瓶电量就会特别低。这是第一个判断的因素。第二个，当你真的发生了怎么办？配合你的信用卡或原厂，或者是你的产险拖掉，直接拖回去。但是拖回去，你可能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库存材料。如果没有，你拖回去原厂，你有可能车子就要停在原厂待料45天。那没有代步车嘛，一般的代步车险都是车碰车才会启动，那这时候保养厂就要看它有没有试乘车，有没有代步车。那代步车它也可能给你的是油车，并不是电动车。那油钱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也要去思考，它到底是要补给你油钱，还是补给你电钱？如果你是通勤里程每天都飙高的人，那这个你就要思考一下。接下来你遇到 ICCU发生故障的时候，它通常会有什么征兆呢？慢充不能充，记得 AC 慢充不能充，但是它确实可以快充，那 ICCU 的损坏会不会造成自己家里充电桩坏掉呢？确实有人 ICCU 坏掉，他们家的 AC 慢充也坏掉。所以遇到 ICCU 发生这样的讯号的时候，其实记得一件事情，后车厢基本上你没有电力了，你要自己爬进去。所以通常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把故障灯、三脚架、飞热旧车打气机这些东西，我会放在车室内，或者放在我们的前盖置物盒里面。因为真的断电了，大电池断电了，很抱歉，我们的尾门基本上要用实体钥匙才开得了，要爬进去后车厢刷一下。你仔细看一下后车厢上面有一个细缝，它就是要让你用实体钥匙。可是如果你今天在高速公路发生这件事情，那这蛮危险的。我再一次强调，这支影片我只希望一件事情，Hyundai南洋它可以派一个客服窗口给我们，最好是主管，最好是可以迅速面对车有问题的人，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时间就是金钱，买电动车我们就是要省时间换来我们的金钱。那相对的，发生 ICCU 这件事情，我打了080无数次，到最后我只好表明我的身份，我是这样玩 YT， 他就帮我转接到总公司。他给我了一支02电话，我打电话给公关，打电话给行销，不好意思，刚开始都有人接，后来都没有人接，包括他们的主管可能都在忙新车发表会，都没有人接，没有人在座位上，或者是不断的在开会，我只能留我的手机号码给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回拨给我，也没有人跟我联络。那作为消费者跟车主，我一直去跟保养厂提醒这件事情，或者是一直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有难处，为什么？保养厂只是一个执行端，我们是消费端、使用端，可是真正做决策的
是南洋实业，是代理商。那我们也很希望南洋代理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回馈给韩国母厂，要不然这件事情真的是没完没了。这件事情 ICCU 说真的，它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5N 这台车国外有没有陆续发生？有，所以其实我会做好心理准备，我随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的车子曾经在夜晚中大概1秒左右，它闪烁了一下。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台车子是那么十全十美，是那么完美。可是当发生事情之后，我们的车友有没有办法很迅速的获得改善方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Kia 跟 Hyundai 的车友一定要看这一集，因为毕竟 ICCU 说真的，不管他给8年也好，给9年也好，我觉得年限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我们16万公里到了，18万公里到了，我换完了会不会一样出事？高压电池会不会坏？马达会不会坏？ ICCU 会不会坏？我相信都有可能有几率会遇到。拍这支影片最重要的目的是，如果 ICCU 它是先天设计不良，那是不是应该获得永久置换的保固，而不是过了16万或18万公里之后跟车主收费9万块？这部分我们要好好思考。这支影片非常值得我们探讨，下方可以留言。Kia 那边更多人 ICCU 发生故障 ，Kia 那边的保养厂也陆续跟车友讲说，不好意思，现在真的没有料件。那是不是我们晚一点回来做更新？不要那么急的回去做更新。在国外的论坛也查到了ICCU 全球性缺料，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很尴尬。所以看到这支影片的车友，因为毕竟你没有在我创立的群组里面，还是很多人回去更新。所以更新之后车子错掉了，你可能会对这个品牌印象越来越不好。但是实际上，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台湾代理商或保养厂的问题，而是韩国母厂在这部分它还没有那么快抓到最准确的韧体修正方式。那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先慢一点回去，或者是先问一下有没有材料，如果有材料再回去更新。OK， 下方有我们的电动车社群 LINE 的连结。也有我们电动车 CCS2 转 CCS1 这些导购连结。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所遇到的电动车的问题，有可能你们其他品牌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并不是我们 Hyundai 或 Kia 的车子不能买，我们用得很开心，但是我们也希望代理商南洋实业这边可以有一个窗口，让我们快速的对接，让我们的服务品质更好。就这样子咯，拜拜。只有过一次是。等一下。偷偷尿尿。对，我谁人呐？对啊，你要去哪里？饭带回家哦。